水培概论第3单元克拉特基方法。什么是克拉特基方法？该方法是由夏威夷大学的克拉特基教授发现的。本质上，克拉特基方法可以看作是深水培育，但没有泵。尽管深水养殖是6种类型的水培系统中最简单且易于构建的技术，但克拉特基使其更容易且更便宜。这是因为使用克拉特基方法，种植者无需购买电子设备，也不需要电力。人们说您可以构建克拉特基系统，并设备好就忘记它，让植物去做自己的事情，直到收获时间。没错，这是因为克拉特基是完全被动的系统，不需要用电，也不需要泵和灯芯。种植者也不必像其他系统那样经常更换水槽中的养分。因此，从理论上讲，克拉特基是一种低维护系统，可以独立运行数周。克拉特基方法如何运作？基本上，植物需要氧气、水分和照明才能生存。为了实现其全部潜在增长，它们将需要大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。克拉特基方法以一种简单的方式为植物提供所有这些营养物，被添加到容器或水槽中，将植物放入网篮中，将生长介质如水力发电、岩棉等盖在盖子上，并悬挂在水上。植物根部部分进入水中，部分暴露于空气中。人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植物可以吸收水分和氧气。随着植物的生长，随着植物吸收系统中的水位将下降，从而使根部的空气暴露在空气中。气息是必不可少的，因为它是植物呼吸的地方。因此，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植物仍然能够吸收足够的营养、水和氧气。对于快速生长的蔬菜，当系统中的水几乎排空时，您的植物可能已达到收获时间。如果要让植物继续生长，可以添加更多的水和营养液，然后重新检查 pH 值。所需工具：水槽、盖子、pH 套件、网篮、生长介质、营养素。A. 水槽，这是设置自己的克拉特基系统所需的第一件事。大小取决于您需要生长的植物大小，当然也取决于植物的数量。您可以同时种植许多植物。B. 盖子，盖子很重要，它可以保护您的系统免受疾病、虫害和细菌侵袭。如果您使用的是旧桶，则不会找到盖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请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覆盖储水罐。盖子还可以在容器上方为植物提供支持。C. pH 测试仪与套件，由于水仍然保留在系统中，因此必须使用此测试套件来检查水的 pH 值。由于生长中的植物吸收的养分 pH 值连续变化，需要用套件来调整营养液的酸性水平。D. 网篮，要检查它们的质量，然后选择确切的尺寸。E. 生长介质，使用任何选择，如水培石、岩棉、珍珠岩等。F. 营养素，可以从花园商店购买或线上订购水培营养素。
如何建立克拉特基系统？第一步，钻开盖子。第二步，向水箱注满水。第三步，添加营养液。第四步，检查 pH 值。第五步，调整 pH 值。第六步，将网盆放入培养基。第一步，钻切开盖子，在其上开一个足够大的孔，以放置和固定盖子。第二步，向水箱中注满水，蒸馏水或自来水都可以，只要没有受到污染即可。第三步，每次添加建议量的水培营养液，装入每个水培瓶中的液体后搅拌。第四步，用 pH 计检查溶液的 pH 值，如果在 5.5 至 6.5 之间，则营养液正确。第五步，如果 pH 值偏离建议值 5.5 至 6.5 之间，请用 pH 试剂和调节 pH 值。第六步，将网盆放入生长中的培养基，然后将植物种植到钻孔的盖子上，保持根的一部分自由地悬在空中，其他部分沉入营养液中。用克拉特基方法可以种植哪些类型的植物呢？克拉特基最适合绿叶蔬菜，其生长速度快。这些包括生菜、菠菜、草药。您也可以种植较大的植物，例如番茄或辣椒，但需要一个更大的容器。生长较大的植物将需要您进行更定期的检查，以确保水分和养分含量保持在5至8公分，以便使根部也能吸收水分和氧气。克拉特基方法的好处：不需要 A 大量投资 ，B 电力 ，C 经验。A 此方法不需要大量投资。实际上，构建自己的系统所需的材料并不昂贵，并且可以轻松获取。B 该方法不需要电源即可工作，因此无需担心电源故障的后果。与其他水耕系统不同，在其他水培系统中，电力故障会导致严重的后果，即农作物完全丧失。C 由于该方法不需要非常严格的监督，因此即使经验不足的初学者也可以轻松地执行该方法。对于新的种植者来说，这是最好的方法，因为它的时间表灵活。克拉特基方法的潜在挑战 ：A 较适用于小型植物 ；B 不适用于大型系统 ；C 害虫 ；D 覆盖容器很重要 ；E 控制其他因素。A 适用于小型植物，即生菜、菠菜等绿叶蔬菜。对于番茄、辣椒、黄瓜和其他笨重的大型渴望植物等水果，效率不高。B 不适用于大型系统。如果您想拥有一个高效率的水培花园，可以使您的朋友大吃一惊，并为您的家人提供一些食物，那么克拉特基系统可以做得很好。但是，如果您想将其加大或大规模生产食品，则采用循环电运行的方法更为实用。C 害虫。克拉特基是一种被动系统，可以安静地运行。这可能引诱诸如蚊子之类的害虫以及蜘蛛、蚱蜢之类的害虫。这只是自然反应，因此请务必期待并处理它们。D 覆盖容器很重要。这就是盖子起关键作用的原因，它有助于保护系统免受诸如害虫、雨水、温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。
许多人喜欢在户外晒太阳种植，要确保雨水不进入水槽，太多了，系统的水位会增加，植物可能会被淹死。控制其他因素。实际上，克拉克基方法并不是完全放手，您需要注意很多变量，使用高质量的水，充分混合营养液，并使营养水的 pH 值保持在适当的水平，以进行初始设置非常重要。大多数时候温度也可能不稳定，因此请将系统放置在不会快速变动的地方。夏季炎热的天气，用一些通风方法确实有帮助。毫无疑问，克拉克基方法是水培法的一种简单轻松的方法。如果要我为初学者和孩子们推荐一个简单易用的系统，那么克拉克基系统肯定就是了。